一对精英夫妇在家中遭到歹徒劫持，但奇怪的是，歹徒放过了男主人的妻子和孩子，这让警方对幸存的妻子产生了怀疑。为了探究事情真相，警方询问了年幼的孩子。通过孩子的描述，警方终于了解了事发经过。原来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不仅保护了自己，还成功营救了他的母亲。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北劳德戴尔。该市位于佛罗里达州东南部，距离佛州第2大城市迈阿密大约32英里，人口约为41000人，是布劳沃德县的一个城市。主人公约瑟夫出生于1963年10月1日，他来自佛罗里达州，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早年曾在摩托罗拉担任过数年高级科学家。约瑟夫的个人经历较为顺利，唯一不足的是在年轻时没有经营好家庭。大约在28岁左右，约瑟夫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成为了一名单身父亲。此后的几年里，他一直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北劳德戴尔生活。1996年，时年33岁的约瑟夫应邀加入了诺瓦东南大学附属的癌症研究院。他被聘为该院的科学教授，主要负责研究手机是否会引发癌症等相关工作。这份新工作给约瑟夫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同时也让他认识了第2任妻子琳达。琳达当时是研究院的生物医学研究生，她来自秘鲁，早年因为求学移民到了美国。琳达与约瑟夫的情况大致相同，他们都有过失败的婚姻，并且都独自带孩子。类似的经历让约瑟夫和琳达迅速变得熟悉，没过多久，他们就从同事发展成了恋人。1997年，交往1年后，约瑟夫与琳达结为夫妻。由于他们都带着各自与前任所生的孩子，为了给2个孩子提供优质的生活条件，夫妻2人在北劳德戴尔购买了一栋联排别墅。他们在这栋别墅里生活了大约6年时间。后来由于2个孩子都各自搬到了外面，于是这对夫妻就把别墅租给了其他人，之后又在当地购买了一套相对较小的房子。2004年，也就是搬进新房的1年后，约瑟夫和琳达领养了一名来自韩国的男婴帕特里克。之所以领养孩子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弥补2人结婚后没有生育子女的遗憾，而另一方面是他们与前任所生的孩子都已经不在身边，夫妻2人感觉生活有些孤单，所以帕特里克的到来完全满足了他们的需求。然而幸福的生活仅仅持续了5年时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就降临在了这对夫妻身上。2010年4月6日凌晨1点左右，当地911呼叫中心接到安防公司的报警通知，称约瑟夫夫妇家发生火灾，需要消防救援。Requesting a dispatch on a residential fire alarm. Point of activation. The smoke detector inside. Single family. Yes, ma'am. And the resident's last name. Morrissey, Morrissey. 接到报警后，消防部门迅速抵达现场。当时琳达正孤零零地站在家门口，她的情绪非常激动，一直不停诉说抢匪杀害了她的丈夫，并放火点燃了他们家的房子。见到这种情况，消防员立即通知了警方。大约5分钟后，警方到达现场，开始介入调查。根据琳达的指引，警方在火灾没有波及的后院找到了约瑟夫的尸体。当时他的手脚已经被扎带捆住，身上有多处刀伤。从现有情况来看，约瑟夫的确死于暴力袭击。然而经过进一步勘查，警方发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首先，琳达声称抢匪犯下了谋杀和纵火，但警方并未在现场发现抢劫的迹象。琳达的珠宝首饰和家中的值钱物品都没有丢失，这与遭遇抢劫的描述完全不符。其次，这起案件只有1位受害者，除了约瑟夫以外，琳达和他的儿子都没有受伤。如果抢匪纵火是为了销毁证据，那为何还要留下2名目击者？这让警方感到十分怀疑。鉴于这些原因，警方将琳达带到警局进行了询问。Okay, I was in my craft room, which is the room in the front of the house, and I was doing crafts. I don't even remember what I was doing, but I was doing something. And the TV was on. My husband was sleeping in the family room, which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ouse. My son was sleeping in the master bedroom in our bed. He's 5 years old. And I heard a noise, like something fall down.
I look up, I saw him. 根据琳达的说法，这天晚上11点左右，一名头戴鸭舌帽的持枪男子突然闯进了他们家。这名男子大约30岁左右，拥有深色头发和黑色眼睛，看上去像是西班牙裔。由于该名男子没有遮盖面部，琳达非常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所以她赶紧低下头，表现出了配合的样子。在把琳达的双手捆住后，持枪男子押着她来到了客厅。当时琳达的丈夫约瑟夫正躺在沙发上休息，男子见状喊了一声快点趴在地上，这时约瑟夫才在睡梦中惊醒。最初约瑟夫表现得十分惊恐，一直跪在男子的正前方不停哀求，但殊不知这一举动差点激怒持枪男子。由于担心暴露面部特征，男子大声呵斥，命令约瑟夫立即转过身去，否则就会开枪打死他。然而当时约瑟夫的情绪接近于崩溃，一时间他很难做出正确的反应。眼看持枪男子即将做出过激行为，站在一旁的琳达赶紧安抚了约瑟夫。最终在琳达的帮助下，约瑟夫才算彻底冷静下来。在把约瑟夫的手脚捆住后，男子用毛巾遮住了夫妻二人的眼睛，接着又把他们带到了家中的卧室。因为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正在卧室熟睡，男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人聚集到一起，避免出现有人逃跑或者偷偷报警的情况。实际上当时帕特里克已经完全清醒，虽然他只有5岁，但他很清楚父母正在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帕特里克深知自己无法提供帮助，所以他一直静静地躺在床上，表现得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在把夫妻二人带到卧室后，持枪男子终于透露了他的目的，那就是要抢劫家中的钱财。琳达听后赶忙摘下了手上的戒指，并告知了家中其他珠宝首饰存放的位置。然而持枪男子对这些物品并不感兴趣，他只想要现金，不要其他东西。由于约瑟夫和琳达平时没有存放现金的习惯，当时他们家只有一些外币和少量现金，因此持枪男子通过对讲机与同伙商量后，提出了带着他们到取款机取钱的要求。尽管这对夫妻不愿离开他们的儿子，但也没有办法，只能无条件配合。接下来持枪男子打开了夫妻二人手脚上的扎带，并带着他们来到了车库。男子要求这对夫妻坐在汽车前排，而他自己则躺在了汽车后座，监视着两人的一举一动。由于男子在出发前与同伙约定了往返时间，并且一直在用枪指着他们，所以约瑟夫和琳达从未想过逃跑，很快按照男子的要求，在取款机上取了最大额度的现金。大约凌晨1点左右，三人完成取款后回到了家中。然而汽车刚刚停稳，持枪男子立即用毛巾遮住了夫妻二人的眼睛，并将他们再次捆绑。在把这对夫妻带到卧室后，男子离开了一会儿，然后再次折返，把约瑟夫带到了外面。当时琳达已经预感到了持枪男子要对约瑟夫动手，所以他设法摆脱了遮在眼睛上的毛巾，然后蹦蹦跳跳的在卧室里四处寻找工具，准备打开扎带。然而就在这时，家中的烟雾传感器突然发出了警报，浓烟瞬间遍布了整个房间。看到这种情况，琳达意识到不能再浪费时间。尽管他无法确定持枪男子是否已经离开，但由于情况危急，琳达赶紧叫醒了帕特里克，让他到其他房间拿了一把剪刀。在把手脚上的扎带打开后，琳达首先把儿子帕特里克委托给了邻居，然后再次冒着大火冲进了家中。因为她的丈夫约瑟夫还在家里，琳达不能丢下约瑟夫不管不顾。然而当琳达找到约瑟夫时，约瑟夫已经身中数刀，失去了生命迹象。但即便是这样，琳达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把约瑟夫拖到了后院，确定大火不会烧毁约瑟夫的尸体后，琳达才来到了街边寻求帮助。听完这段描述后，警方仍然没有打消心中的疑虑，因为这起案件太过不同寻常，而且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释。为了验证琳达的说法，警方又对5岁的帕特里克进行了询问。 Alright, Patrick.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 Alright? Yeah. Do you know what a lie is? A lie? Yeah. What is it? It's when you don't tell the truth and you do something bad. What happens when you tell a lie? You get in trouble. I know earlier you said you knew something about some robbers or something. Yeah. What A happened? robber attacked our house and my dad died. And he put these little time things on my mom and my dad Mm-hmm. so they couldn't walk, but I saved my mom.
and got the scissors to cut those. Wow, you're like a hero. My mom said. Did you see? Were you awake when this happened, or were you sleeping? Sleeping, but I woke up myself. Oh yeah, and when you And he put a gun on my mom and dad's head. 帕特里克证实了琳达的说法，虽然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警方已经排除了最大的嫌犯，接下来的调查也将变得相对简单。通过琳达罗列的怀疑对象，警方很快锁定了一名叫兰迪的男子。时年44岁的兰迪是一家汽车改装店的老板，他在几年前租赁了约瑟夫家的别墅，两人因为租房问题有过多次司法纠纷。由于兰迪是唯一一个最近与约瑟夫有过矛盾的人，警方认为他具有作案动机，于是立即对兰迪进行了询问。Have you ever had any dealings with Mr. Morrissey other than being a tenant? Yeah, well, right now I'm suing him because I fell down the stairs in the house because of lack of repairs. He stopped talking to me because of the lawsuit. 根据兰迪的说法，他和约瑟夫确实有过矛盾，起因是别墅中的楼梯由于年久失修，导致他发生了坠落事故。两人因为协商赔偿款的问题，关系最近有些紧张。不过尽管他对约瑟夫有些不满，但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受伤了，活动很不方便。案发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没有去过其他地方。警方对兰迪的说法有些怀疑，当他们准备进一步核实不在场证明时，兰迪突然话锋一转，聊起了他的儿子小兰迪。根据兰迪所说，小兰迪是个瘾君子，一旦他吸食了违禁品就难以控制自己。前不久，小兰迪因为入室盗窃被列入了通缉名单，现在他正在四处躲藏，生活比较窘迫。兰迪很担心儿子小兰迪会在逃亡期间再次犯罪。兰迪的说法成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随后他们调取了小兰迪的个人资料，结果发现小兰迪确实正在通缉。更重要的是，小兰迪的长相与琳达描述的持枪男子十分相似。于是时隔1天后，警方再次前往了兰迪的住所，准备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然而好巧不巧，这次兰迪没有在家。当警方来到兰迪的改装店时，无意间在店外的垃圾桶发现了一些与案发现场相同规格的扎带，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尽管当时他们还没有申请搜查令，但兰迪表现得非常配合，同意让警方到店内进一步检查。之后警方又在改装店找到了一把刀具的包装、一副防割手套和一对无线电对讲机，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在约瑟夫夫妇家抢来的外币和一件烧毁的衣服。对于这些物品，兰迪表示并不知情，不过他认为这可能与他的儿子小兰迪有关，因为小兰迪有改装店的钥匙，他经常会在改装店里过夜。由于兰迪表现得十分配合，警方并未怀疑这种说法。随后他们通过兰迪提供的手机号码成功定位到了小兰迪的位置。案发2天后，小兰迪接受了第一次询问。 Let me give you a theory. Theory, let's go. Okay. You and this other person go to the house. Things get a little out of control. Alright. And someone ends up being stabbed. I don't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is murder. Killing somebody out of cold blood, I don't do. 小兰迪虽然否认了与本案的关系，但他始终无法解释在改装店发现的物品是哪里来的。由于小兰迪一直不愿承认罪行，而警方当时也没有掌握确凿证据，所以他们以其他罪名暂时将小兰迪拘留。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警方多次走访了小兰迪的父亲，打算让他帮忙劝说小兰迪承认罪行。因为小兰迪还有一个同伙，想要彻底解决这起案件，小兰迪是最关键的一环。不过这个计划没能成功，小兰迪一直坚持与本案没有关系。然而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一条关键线索落在了他们手里。2010年4月14日，案发8天后，小兰迪的弟弟肖恩突然找到警方，讲述了一件震惊的事情。 Basically, I'm gonna tell you straight up, my dad did it. The night of the murder, he's like, do you know the landlord of the house? Yeah, he said, he sent me some letters. We were gonna be homeless. And, I gotta go take care of that. 根据肖恩的说法，兰迪远没有看上去那样虚弱，而且对房东约瑟夫充满仇恨。起因是兰迪经常以别墅中的设施存在质量问题作为借口，故意制造人为事故敲诈约瑟夫。最开始约瑟夫并没有察觉，直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多次，约瑟夫才产生了怀疑。
最终导致两人矛盾激化的原因是兰迪在前不久故意把自己摔伤，打算向约瑟夫勒索巨额赔偿。不过这次计划没能成功，反而让约瑟夫产生了赶走兰迪的想法。为此，约瑟夫改变了租房协议，把原来的年付房费改成了现在的月付，这引起了兰迪的极大不满。兰迪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他认为约瑟夫是在向他发起挑战，于是就在收到新的租房合约后不久策划了这起谋杀。肖恩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为他在案发后曾向父亲兰迪求证过，当时兰迪的说法是死人永远不会与我作对。尽管肖恩不清楚案发经过，但认为他的哥哥小兰迪不可能杀人，如果小兰迪真的参与了，那也一定是兰迪使用违禁品操纵了他。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肖恩主动提出了帮忙取证的请求。于是在肖恩的配合下，警方通过窃听器记录下了以下对话内容。兰迪在与肖恩对话中提及了诸多犯罪细节，例如抢走了约瑟夫家的2台电脑和一些外币，并且还提到打算把罪名栽赃给他的员工之类的事情。事后，警方根据录音内容，在兰迪的改装店找到了约瑟夫丢失的笔记本电脑，随后他们立即以谋杀罪逮捕了兰迪。调查进行到这里，最初的嫌犯小兰迪也不再继续挣扎，他同意了警方的认罪协议，并且补充了犯罪经过。根据小兰迪的说法，事发那晚兰迪给他提供了少量违禁品，等到小兰迪意犹未尽时，兰迪提出了抢劫约瑟夫、购买更多违禁品的想法。小兰迪本身就有过多次抢劫前科，加上他确实需要钱购买违禁品，所以当时他想都没想，很快就答应了。大约晚上11点左右，父子2人驾车来到了约瑟夫的住所。小兰迪完成了大部分抢劫任务，而他的父亲兰迪一直待在汽车里负责遥控指挥。等到时机成熟后，兰迪进入房间实施了报复计划，使用刀子杀害了约瑟夫。原本兰迪还想继续作案，但遭到了小兰迪的制止，因为小兰迪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劫，并不想杀害任何人。父子2人因为这件事情争执了一会儿，然后兰迪假装妥协，又提出了放火销毁证据的计划。原本兰迪想换个方式杀死琳达和他的儿子，但没想到2人最后逃了出来。等到警方找上门后，兰迪为了自保，就把责任推给了他的儿子小兰迪。实际上，兰迪在接受完第一次询问后，就给儿子小兰迪交代了应对策略。他要求让小兰迪坚持不认罪，但如果实在顶不住，就把所有责任全部揽下来，不要把他牵扯其中。然而兰迪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可以成功操纵大儿子小兰迪，却被小儿子肖恩出卖了。肖恩之所以会主动提供线索，主要是他和哥哥小兰迪的感情很好，这对兄弟从小就经常遭到父亲兰迪的暴力对待，所以肖恩早就对兰迪产生了不满情绪。出于对哥哥的保护，兰迪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了警方。I mean, I was scared, but I wanted my dad to pay for what he did to his family. 2012年4月，案发2年后，本案开庭审理，主谋兰迪因谋杀罪等10项罪名被判处死刑，他的儿子小兰迪被判处抢劫罪等多项罪名，获刑40年监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